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子视频，我是公子沈。那最近呢，我们讲了很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，还有就是中国经济陷入困顿和危机的时候，中国社会会有哪些变化。那么最近呢，我看到又有人给我背书了，就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、前民生证券副总裁、研究院院长、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出身的知名经济学家管清友。他在6月10号发了一条微博，短短的几个字道尽了中国经济的真相。他说，基层财政几近崩溃。他没有给出任何的证据和数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论断，但是我想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共识，他都不需要拿出任何的数据来证明了，短短的几个字就已经说明问题了。而且以他的地位、身份以及他所拥有的学识和公信力，相信他讲这话是对自己负责的，或者说他应该看到了一些我们外界所没有看到的内幕。那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看到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信息是公开信息，也能证明这一点。比方说，我们就看一下，就在今年2024年1月到4月，中国各地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情况。全中国这么多的省份自治区，财政自给率都是低的吓人，最低的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黑龙江、宁夏、广西、吉林、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河南、新疆、湖北、四川、江西以及海南这些地区的财政自给率已经跌到 50% 以下，就是它的收入和支出严重不平衡，需要大量中央政府的补贴才能够勉强维持，政府已经严重入不敷出。其他的省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除了上海、浙江、江苏这几个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以外，其他的省份也有 20%到 30% 的资金需要依赖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。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省份，就是综合而言这个省份的情况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经济学家管清友所说的是基层，他还说的不是省份，他还说的是更下一级，可能到县、到镇、到乡，真正到了基层，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很多倍。因为一个省份它有很多地区是不平衡的，对吧？有几个大城市，还有一些农村地区或者小城镇3、4线城市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它是综合而言，这个财政自给率这么低了。那么在一些更加困难的地区，可想而知当地政府早就债台高筑了。如果放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社会的话，那么中国早就有大量的地方政府宣布破产。那么请问中央财政的状况就好吗？同样的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。我们看一下最新的今年的数据，从今年1月到4月，中国的税收总收入同比下降了 4.9%， 其中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同比下降 7.6%， 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 7%， 在第一季度降幅是 4.5%， 在今年的4月份更是大幅下降。那么其中只有非税收入，那就是包括像罚款这样的才有增长，达到 9.4%。 有人就评价了，说增值税下降 7.6%， 这是非常大的事情，意味着正常经济活动呈现萎缩衰减趋势，体现在了这第一大税种的大幅下降上面。那第二，非税收入就包括刚才讲到的罚款大增 9.4%， 这也是很大的事情，因为这意味着要靠正常经济活动税源已经满足不了政府的支出要求，只能合则而渔了。这样下去只会让正常经济活动环境生态更差，进一步反噬到主要税源的皮垮上。最后一个是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下降如此之快，这同样是很大的事情，也意味着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同比减少非常明显。这还是在4月份经济活动比较频繁的时期发生的，印证了即使是中产阶层也没有钱了，或者是在破产的边缘上徘徊。个人所得税的大幅减少，大家连税收都交不起了。税收减少当然意味着你的收入本身在减少，你收入的减少怎么可能带动中国的内需，拉动中国的消费呢？你没有消费，制造业如何的复苏？你靠着外国人在消费你中国的产品吗？别忘了现在产业链在积极的转移出去，中国产品到了海外被层层的限制，最好的案例就是电动车，美国100%的进口税，然后这个星期欧盟也要宣布对中国电动车的增税，更别说其他的高科技的产品有国家安全、国家利益方面的考量。然后如果低端的话，不需要你中国制造了，其他国家也可以制造。比方说，就看今年1月到4月份中国海关数据情况，对欧盟的出口减少 5%，
其中德国减少 8.2%， 荷兰减少 12.3%， 法国减少 4.2%， 对美国减少 2.3%， 对菲律宾减少 10.3%， 对日本减少 6.4%， 对澳大利亚减少 5%。 这是中国在出口上的减少的统计。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是在增加的，但总的来讲没有办法去补这个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大窟窿了。所以没钱是所有人都一起没钱，政府开始没钱，其实意味着就是人民开始没钱。这样的话，政府只能加大它割韭菜的程度，罚款罚得更重，然后监管更加严格，更积极的去榨取资源。那么这会进一步压缩民间经济活动的发展空间。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案例非常可笑，就是在山东的青岛有一个街道办，他们为了当地的房地产市场，竟然去约谈有钱人，问他们为什么不买房。当地的街道办居然能够知道谁是有钱但是不买房的人。那街道办肯定掌握一些数据，或者是街道办背后有银行有政府都在大家支持，或者是地产商，大家都一起来想办法让大家把钱掏出来。其实看到这个说法，我觉得如果我在中国的话，要立刻捂紧钱包，就说明有人开始惦记你钱包里的钱了。你为什么不消费？为什么不支持国家经济建设？为什么不买房？你为什么作为一个韭菜不让我们割？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所以我觉得再往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地方政府可能就要行动起来了啊！你如果不交钱的话，我肯定有办法来治你，要不然找办法给你罚的你倾家荡产，要不然就让你把这钱给掏出来去买房子，去向政府贡献税收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政府才能维持下去，这样的话政府才能有钱去维稳，对吧？才能够去镇压人民的反抗，才能够去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，才能去维持今天共产党的统治。其实类似的做法现在地方政府都开始绞尽脑汁在想办法去做了。其实在前几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苗头啊。在2021年还有一个新闻说，霸州市政府当时就提出来将这个非税收入，就是获得的罚款和征收单位的支出挂钩，纳入乡科一级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，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发出啊，就是说你们必须给我去罚款，罚到一定的数额，这是政治任务。结果霸州仅仅在3个月时间就罚没了将近2亿元人民币，占到财政预算的 30%， 这是以往罚款数额的900倍，涉及到企业2547家，平均每家罚款和收费 2.64 万元。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个人和个体户，有很多的名词来形容这种做法，像什么钓鱼式罚款、运动式执法、地毯式找钱。所以前几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，中国这种经济模式没有办法持续下去，没有办法持续下去，他又不能够做结构性的改革，那什么结果可想而知。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上期节目讲到香港的时候，讲的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财政危机，而这种财政危机跟今天中国各地的财政危机是一码事儿。我们判断中国的所谓崩溃，不是中央政府的崩溃，不是让你肉眼可见的突然崩溃，这个政府突然没了，或者是这大街上突然就是出现坦克车了，不是这种崩溃。中国的崩溃是潜移默化的，一点一点的润物细无声，慢慢的你会发现政府的减少支出，很多的福利开始慢慢的跟不上，不仅是大规模的制造业的倒闭潮，还有这些外资企业、民营企业的裁员，甚至体制内的公务员也开始遇到减薪甚至欠薪的情况。这个社会是从内部开始慢慢一点点溃烂，而且最早发生的是在这个政府所管不到的基层。这正是管清友所说的，基层财政已经接近崩溃了。基层崩溃之后，慢慢的一定会蔓延到中大型的城市，这当然是需要一段的时间。我觉得在未来5到10年，这种恶化的速度将会不断的加快，而共产党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放弃市场经济，重新回到计划经济，重新回到所谓的社会主义，用全国资源统筹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。那当然这么做的结果，我们如果想知道的话，看看曾经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就知道了。那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是很难相信广州上下九居然变成了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广州十分有名的上下九步行街啊，这里是上下九的上九路吧。这里的话不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步行街，下九路才是。即使这样的话，在10几年前啊，
如果来过广州的人都知道，无论是上九路还是下九路，都是十分的热闹，十分的繁华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上九路啊，看这里，很多商铺已经关门了，并不是临时关门了，而是倒闭了。要知道，在以前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，以前都是一铺难求，一倒闭马上就会有下家接手了。这里是餐饮店的吧？看这个铺面，应该是开了很久，老字号都倒闭啊，就可想而知，现在这个上下九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刚才看到的时候啊，我都不敢相信，这还是曾经广州十分热闹的上下九步行街吗？看这一边也是很多啊，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幕幕有何感受，有何感想？要知道在90年代甚至是00年代啊，这里的话那个铺租去到了10万块一个月，就使得这里的一些房东啊赚到盆满钵满，在当时睡觉应该都会笑醒。现在这个现状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都关门了，应该是租不出去吧。现在房东可能是要哭了。看这两盘，如果是疫情期间，我们可以说是疫情影响了，但是现在疫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这个店还是没有人开店。即使开店，我看一下店内啊，也是没有顾客的，看到没有，都是冷冷清清的，有点难以置信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子？下方就是下九路了，下九路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步行街，那个人流量的话比上九路啊多了很多吧。即使这个上九路不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步行街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多店关门倒闭吧。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下九路的现状。大家不要以为我来的时间不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时间。现在时间是端午节啊，6月10号的晚上6点14分。是的，今天是端午节啊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步行街的话应该会人山人海，人挤人的。但是这个下九路啊，这人流量也是出乎意料吧。看这两旁的商店，也有很多已经倒闭了。没想到，这边也有，而且前方的小吃摊位啊，在以前都是大排长队的，很火爆的。大家看到这一幕幕应该有印象吧？因为很多人来这里啊，都会买这些小吃来吃的。这里就是广州十分有名的立方广场，前方就是上下九广场了。这个人相对以前啊，少了很多很多了。要知道在以前啊，每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啊，都会人山人海，人头攒动的。只能感慨，曾经广州繁华的上下九，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。好了，这里就是2024年6月10日广州上下九的现状了。大家看完之后有何感受？有什么想说的？ OK， 大家看一下，就连肯德基都开不下去了。在我身后，大家看到的呢，就是曾经非常热闹、人山人海的东门老街，也叫东门步行街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现如今的东门老街是什么局面。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，对面是东门人行天桥，旁边这边就是东门中路。 这家现在卖蛋糕的门店呢，以前就是一家卖串串、卖烤鱿鱼、烤羊肉串的一家小吃店。当年呢，这边是排着非常长的队哈。你想买一根串串呢，最起码得排半个小时的队。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都没有什么人。像这种以前的黄金旺铺，现在都是贴着店铺出租的信息，全部都是关门闭户。OK， 大家看一下，就连肯德基都开不下去了。 这里是开了10多年的一家肯德基，现在都已经清空了，所以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这个市场萧条到什么程度。东莞、深圳大量闲置工厂变停车场，除开90%的外地人，东莞几乎成为一座空城。上海传统卖场一家家关停，太平洋东方商厦、华润万家携手倒闭，沿街挂满旺铺出租的信息，裁员降薪、失业充斥着整个大上海。曾经的辉煌与学历，既是下不来的高台，也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。有人说是时代的眼泪，也有人说是当下的悲剧。许多工厂正在撤离深圳，经济下行，制造业不景气，深圳空置了大把厂房。以上种种，无疑是加速深圳企业外流的速度。那些曾经的工厂老板，过去都是村里的首富，现在一个个变成了穷光蛋，负债累累，可以说是一地鸡毛。
衰败得如此干净，如此彻底。不仅如此，连东莞也这样。很多人刚过完年出来找工作，发现东莞好多厂一夜之间都搬走了。眼前这个首代厂在东莞石碣镇开了有几十年了，记得去年几乎每天都在招工，每天都有人坐在厂门口招聘工人。为什么今年刚过完年来就关闭了？是搬走了还是倒闭了？现在厂房外面的围墙上挂起了长长的横幅，厂房正在招租。这个首代厂的占地面积还是很大的，单单厂房就有4层楼。这个厂四周环境非常的好，工厂外边就有很多小吃店跟便利店，还有一些超市。现在工厂的厂名都被摘下来了，工厂外面贴着本厂招租的字样，工厂大门紧闭，只留下一个看门大爷在这里看厂。工厂搬走后，对面的小吃店几乎都已经关门。在东莞这就是现实，一个厂能养活多个实体店，工厂搬走或者倒闭，其他的行业也受到很大影响。这就是天道轮回，一环扣一环。门口这张招聘的桌子已经布满了灰尘，再也看不到招聘的人。其实在东莞，如果没有外地人来这边打工，东莞几乎成为一座空城。东莞整个城市90%都是外地人。现在在工业区，到处都可以看到倒闭的工厂、破烂的厂房，有些工厂里面杂草丛生，遍地布满了落叶，好像再也回不到之前热闹的场面。东莞难道终究要成为过去的回忆吗？说完东莞和深圳，我们再来看看大上海的现状。传统卖场商超居然搞起了大甩卖，闭店清仓，600关了，太平洋关了，那边的东方商厦也要关了。作为宇宙中心的徐家汇商圈，几家百货陆续关停，谁懂啊？传统卖场一家家关闭，不得不说让人很懵逼。华润万家大华店正式关店，在现场看到卖场都贴上了封条，沿街通道往超市的小商铺也在疯狂大甩卖。这里可是宝山闸北、普陀山区交汇处的大华古城，前几年人气超旺的，尤其是周六周日，好多来上补习班的小孩，旁边还有小奥莱和大华夜巷美食街，热闹得很。门口停车场的师傅告诉我，3年前这里还是乐购超市，那时候生意好的不得了，转给华润万家后，人流就慢慢变少了，现在终于倒闭了，真是时代的眼泪啊！过年强撑体面，年后找不到工作，甚至在出租屋里啃馒头，不上班、不出门、不社交，这类隐居青年已经达到54万。身边失业的中年人现状也是一片惨淡。2023年46万家的企业倒闭，310万的个体户注销，近8亿人负债，2300万人失业。这还没算中国每年近1000万的毕业生，还有阿里、京东这些大厂，一次性裁员30%都不止。身为铁饭碗的学校都开始取消编制了，教师都沦为合同工了。考公连续13年超100万人报名，甚至出现了1比1万多的岗位，难度都堪比考上清华北大，连老板都开始出来找工作了。网约车外卖小哥也基本都饱和了，工作难找，口袋钱少，减少开支已经成为了大部分人的主流生活方式。这些征兆的来临，就意味着请大家务必管好自己的口袋。现在的上海沿街店面真的太难做了，到处都是出租转让，尤其是这种沿街店铺，像我们眼前这家的话，半年之内换了3家，现在这家的话又是接下来了。在这个装修，看着装修还是挺不错的啊，我估计也要花不少钱。实体店铺能够生存下来，真的是太艰难了。如果说它能坚持1年的话，说明生意还是可以的。很多新开店铺基本上半年或者是几个月就倒闭，像以前在上海做生意，找个店铺临街真的是蛮难的，动不动转让费都是大几十万，而且一票难求。现在发现这个上海到处都是这种出租信息，上面根本就不写转让，写在上面的基本上都是出租。再看一下这边沿街的店铺，不是大清仓就是大甩卖，生意难做，钱难挣。读书的尽头是打工，打工的尽头是裁员。